第9课，寻求属灵与现实的支持系统。佳琪是一名广告公司的设计师，从他加入公司的第一天起，就成为某位资深同事的眼中钉。无论他的设计多么用心，总有人找茬；无论他多么努力，老板总是听信别人的闲言闲语，认为他不够积极。他试着解释，试着忍耐，甚至试着改变自己，但情况没有好转，反而更加恶化。有一天，他坐在办公室的角落，盯着电脑萤幕，心想：我还能撑多久？还是该放弃这份工作？他觉得自己完全孤立无援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他。然而，真的是这样吗？职场上的压力与霸凌让人窒息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并不孤单。这堂课我们要探讨如何寻找属灵与现实中的支持系统，让我们在困难中不至于崩溃，而是能够靠着神站立得稳。1，在教会中寻找属灵伙伴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加拉太书6章2节。有时候我们以为信仰只是个人与神的关系，但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。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7节，我们需要彼此关怀，彼此帮助。职场霸凌是一场属灵与心理的消耗战。当我们独自面对时，很容易陷入沮丧与无助。但若我们有属灵伙伴，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痛苦，得到祷告与安慰，从他们的经历中得到智慧与建议。在灵性低潮时，透过团契得着鼓励。志明在一家科技公司担任工程师，常常被主管当众羞辱，甚至在会议上被责骂得体无完肤。他原本以为只能默默承受，但当他在教会小组分享这件事时，弟兄们不仅为他祷告，还有一位从事人资工作的弟兄提供了具体的建议，帮助他向公司正式反映问题。这让志明不再觉得自己孤立无援。问题是，你在教会里是否有可以倾诉的对象？你是否有属灵伙伴可以与你一起祷告？你的牧师、小组长或弟兄姐妹知道你的困境吗？如果你还没有这样的支持系统，也许现在是时候积极寻找了。2，职场中的基督徒如何彼此帮助？我们既然有彼此相爱的心，就当彼此扶持。约翰一书4到7节。或许你的办公室里也有其他基督徒，但你们彼此不认识。其实，在职场上建立信仰团契并不是不可能的。你可以尝试寻找是否有其他基督徒同事，与他们交流彼此的信仰经历。你可以提议一起午餐时祷告，或分享每个灵修心得。若有机会，甚至可以在公司内建立一个小型的基督徒读经小组。淑芳是一名护士，在医院工作时，经常面对不公平对待。有一次，她发现另一位同事在休息室读圣经，才知道对方也是基督徒。两人开始彼此分享，每天利用午休时间一起祷告，互相扶持，让淑芳在困难中仍然保持信心。许多职场上的压力，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单兵作战，但如果有其他基督徒同行，这条路就不会那么孤单。有些公司内部甚至会有基督徒团契，这些团契不仅能彼此鼓励，也能成为职场中的正向影响力。例如，有些基督徒团契会定期举行祈祷会，
为公司、为员工，甚至为那些我们不友善的上司祷告。当我们知道职场上还有其他基督徒时，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孤军奋战，反而能够用信仰来影响这个环境。3、何时应该向上级或法律寻求协助？无智谋，民就败落；谋事多，人便安居。箴言11章14节。1、当祷告与忍耐已经无法解决问题时，有时候我们希望透过忍耐、祷告来化解职场上的冲突，但若问题已经严重到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，甚至已经违反法律，那么我们需要采取行动。以下是一些情境，可能需要进一步寻求帮助。长期的职场霸凌导致心理压力过大，影响健康；被上司或同事性骚扰、诬陷或公开羞辱；遇到违法行为，如职场歧视、不当解雇或经济剥削。2、向谁寻求帮助？公司内部机制，如果你的公司有 HR 人力资源部门或内部申诉管道，可以尝试向他们反映情况，寻求专业人士建议。如果情况严重，你可以向基督徒律师、职业辅导师或心理辅导员咨询，寻求适当的法律途径或心理支持。教会的辅导资源，许多教会提供心理辅导或职场信仰指导，牧师或属灵导师可以帮助你找到合适的应对方法。记住，圣经并没有要我们成为别人欺压的对象，我们应该学习如何用智慧处理职场问题，而不是一味忍受。结语，你并不孤单。在面对职场霸凌时，我们常常觉得孤立无援，但事实上，我们可以在教会中寻找属灵伙伴，找到可以分担重担的人，在职场上寻找基督徒同行，彼此鼓励，互相支持，必要时寻求上级或法律帮助，保护自己，运用智慧解决问题。当你觉得无助时，请记住，神早已为你预备了支持系统，你只需要勇敢地寻找，并愿意接受帮助。愿神赐给你智慧和勇气，在职场上不仅能站立得稳，更能活出信仰的光辉。